這一大片都是遗骸就在这一块了。山西農民意外在花椒地挖出陝西抗日士兵遺骸，全村村民竟自發為這群陝西娃披麻戴孝，這段情誼讓人無比動容。我是孫春龍，一個打掃戰場的人。上個月，我們英魂回家項目組收到了一個志願者求助，說山西有村民在自家的地裡挖出了人骨，懷疑是38軍陣亡將士遺骸，希望我們前往收殮，為他們尋親。我們趕到了山西平陸賀峪溝村，發現遺骸的村民令狐建娥與弟弟令狐建設帶着我們到了自家的自留地。然后就是最后一次，就是你们去找，就是盗墓的时候在这里挖出来，就是这个位置。要是按传说，这一大片都是，就这一片。这一片，就他们讲的，光这一片，他就有十幾個匪頭了，小匪頭了。2019年，令狐家要在這片山坡上為去世的親人挖掘墳墓，卻意外挖出了2具遺骸。村裡的老人跑來一看，連忙說：“不要再動了，這片地安葬的都是在中條山重傷不治的陝西兵。”就是地方，原來就是埋在這個地方嘛。我只記得這中間這塊有一個大墳。我38犁地的時候，我說這個墳在這當地做不好地，把它平了。他說這個不敢平，這個人家是個長官，是個當官的，人家最後還要搬走。打仗這個地方跟我們這懷古隊的地界都就是接壤着。1936年西安事變後，楊虎城的第17路軍被縮編為國民革命軍第38軍。1938年7月，全軍3萬餘人東渡黃河，開進中條山，扛起了守衛黃河防線的重擔。平陸縣賀峪溝村在中條山中段的錐子山下，是38軍獨立第46旅的駐防活動區域。部隊曾在村子裡搭了一個臨時的傷兵醫院，這些負傷將士救治無效離世後，無處妥善安置遺體，部隊便出資在村裡購置土地，集中安葬犧牲的士兵。臨走時還曾囑咐村民照看墓地，等戰爭勝利了，他們要來接戰友回家。可是這群許下承諾的士兵再也沒有回來，而當年參與埋葬的村民也相繼離世。2019年，令狐一家暫停了挖掘，將遺骸重新入土。重新下葬那天，聽到消息的山西村民們特意身着素告，前來祭奠這些素不相識的陝西娃。他們從黃河對岸過來，把命丟在了山西的山溝裡。山西的百姓記着這份情，把對這群陝西兵的敬意和心疼放在了心裡。第38軍傷中殉國將士，今天英魂回家項目組來到現場，一起收殮你們的遺骸，幫你們做 DNA 鑑定，帶你們回家。當挖機除去表面浮土，所有人的視線都緊盯着墓坑。叫停挖掘機，我們的工作人員跳進坑內。是的。用手中的小鏟將一截腿骨從泥土中剝離開。如果再晚一點來收，它這個樹根根系發展再大一點的話，它整個頭骨就碎掉，碎掉之後，然後慢慢分化，就保存就會更長。目前就發現一顆紐扣。那個年代，這老百姓用這種紐扣嗎？不用，那種是鐵扣。收殮的第1具遺骸，牙齒的臼齒尚未完全萌出，磨損程度低。從骨骼特徵和牙齒發育情況判斷，這名士兵犧牲時不超過25歲。超過20，就這個特別明顯，這顆牙齒。繼續往東清理，第2具遺骸的姿勢很特殊，頭西腳東，橫臥在第1具的上方，不像是正常安葬的姿勢。直到整個墓地清理完畢，我們才看明白。墓地西邊緊挨着一座村民的舊墳，沒法動。這名士兵只能橫過來，蜷縮在越來越窄的夾縫裡。看到這一幕，看挖機的李占虎師傅紅了眼眶。他的爺爺當年參軍走後再無消息，說不定也和這些士兵一樣，在什麼地方沉睡着。記上，我們可以幫你尋親。大小的小，李小，改變的改，李小改。
遺骸收斂歷時2天，共收斂15具抗日將士遺骨。清理過程裡，我們發現了很多觸目驚心的痕跡，其中一具遺骸胸口嵌了一塊指甲蓋大小的弹片。我说在胸部位置，胸部的位置，右胸口。还有一具骸骨，骨面布滿旧伤，能看出生前多次负傷，傷口反复愈合。土层裡還陸續挖出未擊發的子彈，確定有誤了，這就證明他是抗戰軍人。老式軍扣、皮帶扣，皮帶都還在上面。军用口哨，他最後一聲哨都沒吹響就犧牲了。其中一具骸骨最為特殊，周身找不到一枚軍用纽扣，他頭枕瓦片，全身被瓦片整齊覆蓋，安葬方式和其余14具全然不同。我們推測，這名將士當年應該是用布匹裹身下葬，大概率是少數民族子弟。我們將15具遺骸暫時安置在一旁的窑洞內，逐一為骸骨取樣留存信息。對我們而言，收斂遺骨從來不是終點，給他們一個體面的安息之地，帶他們回家。當年他們的年齡可能比我還小，但是他們是為我們而死的，保家衛國，把生命都留在了這裡。保佑我們盡快找到你們的家人，讓你們的親人帶你們回家。找的越多越好嘛，他们回家嘛，回家也是他们的心愿，也是我们的心愿。你知道家里人有一个这个人在外面找不见，你知道心里多难受。我要送他们到老家，你要送他们回家，我送他们回家，我们一定送他们回家。墓园修好，碑立起，他们找到家，这是我们的希望。中条山抗戰，楊虎城38軍3萬秦娃東渡黃河，死守山河，數萬子弟埋骨深山。絕大多數將士屍骨無存，無名無姓。賀玉溝這15具遺骸只是萬千殉國英魂裡極小的一部分。2024年12月，項目組在山西平陸張店鎮找到2具陣亡將士遺骸，但骸骨受損嚴重，難以提取有效的樣本。2025年7月，我們收到志願者線索，平陸縣黃莊村有一處遺址安葬了40餘位將士，團隊滿懷希望趕過去，挖了一整天，最終失望而歸。荒野不語，鐘鼓有聲。只要還有一具遺骸躺在荒野裡，就還有一個名字等着被記起，還有一個家等着他回去。只有每一位士兵都回到家鄉，才是戰爭真正的勝利。我們找到了他的帽夫。我爸爸臨終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姨姨。我爹來回家了。